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给大家看一株非常清新、优雅的春石斛。春石斛呢也叫金钗石斛。它一般呢就是在春天的季节来开放。我们来看啊，我这株春石斛呢，你看它开了有好像有9朵花吧，每一个节点呢，看啊，每个节点上有，这个是2朵花，这个是2朵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2朵，然后这个是3朵，啊，总共是9朵花。啊，这棵春石斛呢，它的花瓣呢，基本上都是这种以白色做底啊，然后它的这个边缘呢有一些淡淡的粉红色。我们再看这个唇瓣啊，这个唇瓣是你看有这种绿色的，是这种绿色的芯儿啊。你看它的这个花柱，它的这个也是白色的，然后呢，它这个边缘上也有一点这个粉红色，看起来是不是啊清新啊优雅？这棵春石斛啊，然后它呢，这个春石斛是有香味的，它是那种有清淡的那个柠檬香，柠檬和玫瑰2种花香，混在一块儿哈，特别的好闻。如果你一天呢，就是每天上班下班之后呢，非常累的时候，你看到这棵花啊，看到这个花，你会心情非常的愉悦。再闻闻它的花香，一天的疲劳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啊。你看这朵花是不是特别美呀？看这种白色的这种底边啊，你看这株春石斛呢，它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开花的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种春石斛呢需要做春化，也就是说要催花。可是这株石斛呢，它不像有的品种特别难催花出来啊。这个它的名字呢，看啊，它的名字叫做Dendrobium Tianmu Red Press 啊，这是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兰园啊，叫天母兰园，他们培育的品种啊。我查了一下资料呢，关于这个天母系列呢，有很多的花色，就是我看了有30-40种吧，我找到都是带有这个天母的，有的叫天母什么 Rose。天母 Red Emperor， 天母什么天母 White Pioneer。总之呢，这个天母系列是台湾呢它培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。这个系列呢，它的特点呢就是非常容易春化啊。你只要稍微的给它春化，就是在秋天冬天稍微的给它在低温上待上几天，比如说低于十几度吧，低于13度以下，那么呢它呢就很容易就长了花苞。你再稍微的控水，稍微的控一下水，它这个花就很快就开了。目前为止呢，这棵石斛呢是我开花开的最早的一个，它呢长花苞最快，然后花苞膨大，然后早开花，它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快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株石斛呢是易花，非常易花的一个品种啊。如果你是就是比如说种春石斛，喜欢春石斛呢，却又害怕我这个不太会春化，它老开不了花，怎么办？你就可以试一下这株石斛啊，它的春化特别简单，只要稍微的做一点，它就会很容易的。你看这几个节点都有花开。
啊，至于这个 red， 你看这个啊，它就叫天母 Red Press， 它呢是台湾的天母蓝园，然后用那个等着边 Red Emperor 和等着边 Spring Snow， 也就是一个叫做红国王和一个叫春雪，这两个品种呢，它们两个杂交而成的。它们的花呢，像红国王呢是那种红色的啊，大红色的，就这个全是这种紫红色啊，这个花瓣全是紫红色。然后那个 Spring Snow 春雪呢，它呢是全部是白色的，然后有这个绿色的心啊，尤其这个绿色的心，让人看了啊，心情特别的，觉得春天就是一种春天的感觉啊，春天来了。特别的心情愉悦。这个春石斛呢，其实呢，我感觉啊，它是一种实生苗。实生苗怎么说？实生苗，实生苗呢，就是它的用种子来杂交的。我们看啊，这是一颗春石斛，然后这一颗呢，大家看猜一猜，其实呢，它俩是一个品种啊，你看。它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，The Dendrobium Tem Red Press。但是你看它这个花呢，你看这个花，是不是这个红色居多？这个紫红色居多啊。然后它的这个花心里边呢，你看啊，这个花心里边也不是完全绿色的啊，它这个心里边是红色的，你看。是不是红色的？而这个花呢，而这一颗呢，它这个花心里边就是主要是绿色的啊，而这个呢有绿色，然后还有这个紫红色。所以呢，它这个花呢，它培育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实生苗的话，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。原先这个花苞呢，它是紫红色的，当时它开了有半片吧，好像就是这一片。当时那个紫色，哎呀，我看着特别难看。我说这是什么花？我一度怀疑这个放错了这个标签啊。然后呢，等它稍微打开的时候啊，我看这个啊有这个白色的这个底，然后边上是粉红色的。它可能应该就是这个天母系列的 Red Press。你看这种，就是这颗春石斛呢，它其实特别的容易长花苞，而且呢也容易长这个叫新芽。你看这就有一个新芽，你只要稍微浇点水，它长新芽，这一个新芽，然后底下又一个。底下这里还有一个新芽，然后呢，你看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啊。你看这也长了这个，不知道是花苞还是小芽啊。所以啊，这株春石斛呢，它是一花，然后呢有一芽，它长了好多的小芽也。你看我这儿还有一颗啊，这儿还有一颗也是这个名字。你看它这么小啊，这么小就长了这个花，也不知道是花芽还是叶芽啊。这么小它都，你看，即使在这个最小的这个株上，你看，它还有这种小芽鼓出来啊。你看这么小，和这个大株比起来，多小！所以这颗春石斛呢，它不是特别需要苛刻的这种催花啊，不需要特别苛刻的春花条件。可是我还有另一株呢，另一株也是一颗春石斛。你看这颗春石斛呢，我对它催花催了好久，春化了好久，它呢就是不开花。然后呢，就长好多的这个新芽。我们看啊，这有一个新芽。
你再看这儿，你看，这是一颗小的，这是一颗小的植株啊，上面长了一个新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旧株上边又长了一个很大的，你看很大的这个新苗。新苗呢，你看，居然呢今年又长了，这个新苗上面又长了另一个新苗，这就是说，感觉是妈妈生了女儿，女儿呢又生了女儿，感觉这个特别容易。这是一株呢，我对它其实已经春化已经。当时这个都瘪的，都干的，都那个，都瘪的都哎，我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啊，都干的就成那样了。但是呢，它还是临危不惧啊，就是拒绝开花。最后呢，我不得不放弃，然后呢就给它浇水了，实在是扛不过去了，我就给它浇水了。要不然它真的要死掉了。所以浇水之后呢，您看它这个茎立刻吸水之后就变得非常饱满。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这株花它到底会不会开啊？我看看这个它的名字叫做 Dendrobium Golden Blossom Coggin。我觉得这个品种呢，我还有另外一棵啊，也是这种情况，对它这个催花催的都实在受不了了啊，它还是不开花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这是两株不同的这种品种啊。你看，有的就是又会开花，又容易开花，又容易长小芽。你看这么小，它就自己就长了这么多花苞。然后呢，可是这一株呢，你看长得这么高大，它就是不开花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有的就是说，有的朋友就买了这春石斛，他怎么觉得，哎呀，别人的花都开了，我的怎么就不开呢？一个是与它的自身的这个营养状况有关，另一方面呢，与它的这个品种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像这种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花，可是有的呢，你对它又催花又控水又低温的。它总是临危不惧，拒绝开花。所以呢，新手呢建议你买这棵试一下，就是台湾的天母系列，这个花呢特别容易开啊。然后呢，像这种 Golden Blossom， 当然呢它可能需要更苛刻的春化条件啊。等那个今年秋天呢，我会对它。再次催花，看看明年能不能开，到时候和大家 upgrade。好，今天呢，就说到这里。这棵美丽的春石斛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